这个是我们采用的半水培的方式种植的草莓番茄。你看它这个第一层和第二层目前都挂果了，然后第三层花和第四层花呢即将授粉。现在我们这个大棚啊，早上起来这个棚里面的最低温度基本上就在8度左右，然后种植槽里面的温度呢基本上是在15度左右，棚室外面的温度是在零下的8度左右。像我们这种大棚呢，搭了2模以后，冬天的温度并不是说特别高。实际上，像在这种棚室里面做越冬番茄是比较难的。但是我们看啊，我们这个番茄的叶片，包括我们这个番茄的花芽分化，目前来说，无论从长势上啊，还是各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，就证明了采用半水培的方式种植，那么在冬季，即便你这个棚室的气温低于番茄的所需要的生长温度，但是呢，你通过其他的方式以后，同样也是利于番茄的一个正常的生长的。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经常有朋友问我啊，这个半水培和水培种植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？实际上它的一个区别啊，其中一个主要的环节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样，就是提升了它的营养液的缓冲。当然了，这个缓冲不仅仅是温度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温度。我们戈壁的一个棚采用的是水培种植，然后早上这个管道里面的水培的温度只比这个空气的温度高2度，基本上也就是在10到11度之间。而我们这个棚采用的是半水培，那么它的这个种植槽里面的温度就要比我们空气的温度高6度左右。所以说呢，这种半水培啊，它在根基环境当中啊，这个温度是更适合根系的生长。同样，这个半水培除了温度的缓冲以外，好比说酸碱值的缓冲啊，肥料浓度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期的缓冲呢，都要远远高于这个纯水培的。实际上啊，这个半水培在设施建造当中呢，它的投入仅仅要比水培呢多了一点陶力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当中呢，水培和半水培的区别就在这一个陶力上面去。但是就因为多了陶力，所以温度啊、酸碱值啊、一期值呢更利于我们的管理。这就是说，半水培在管理上要优于水培的一个主要原因。